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光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呢，2026先祝大家马年新年快乐。今天是我们的过年特别节目，所以我们请到了特别嘉宾，也就是常常在我们节目出现的另外两位主持人。那他们今天有特殊的名字，叫做甜甜报喜官林依林小姐。大家恭喜新年快乐！还有房贷少年团董敬桥先生。大家马年新年快乐，马力财运一路夯。好，非常好。我们今天一开场就非常的有精神。其实呢，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这个常常跟我们参与节目录影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一年经历了这么多，讨论了很多的节目，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严肃。但是今天节目反正过年嘛，想要轻松的来跟大家聊聊天，所以要聊什么呢？聊一下2026年我们所见的，因为我们常常聊中美之间的关系，那美国真的是比较远，所以要去看美国的情势，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有比较长的假期，我们才可能去美国看。中国大陆呢，因为在旁边嘛，所以常常可以飞过去看。所以我们今天也来看看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有什么比较真实的一些变化。那刚好等一下敬桥最近也有去中国，去年嘛，不，24年前年了，今年已经26年了。哦，对，前年有去中国大陆，对然后依林是。也常常看中国的我最爱陆剧陆综，天天配饭吃。好，那太好了，那两位都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做分享。那反正呢，我坐在这里，今天就先我来分享一下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上海，然后看到的一些东西，先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下分享好了。那因为呢，就是比较轻松嘛，所以我们来聊聊说我看到了些什么东西。我还帮大家把这个照片都准备好了。首先从我去中国的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喝不同的手摇饮。依林，你应该懂我。超爱瑞幸咖啡，瑞幸咖啡肯定要喝的吧？好喝吗？有好喝吗？好喝，好喝。以这个价格来说，很 CP 值很高。我记得换算台币大概就是40-50元一杯咖啡的价格，比路易莎还便宜。比路易莎还便宜。对，所以我那时候可以喝到，因为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会喝一杯咖啡，中午又想喝一杯，晚上又想喝一杯，所以我大概一天可以到3杯。然后就是喝瑞幸咖啡。你有尝试他们那个什么高粱啊、辣椒酱这种特别口味？还没，你等一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我没有，我也没有喝到，因为我的喝的都是比较普通的。然后我现在喝的是瑞幸的那个椰子口味的咖啡。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的就是霸王茶姬，就是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包装做成的那个霸王茶姬的咖啡。我喝的是水蜜桃口味的。然后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这种文创的包装是真的非常的厉害。然后它的整个造型感都非常的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奈雪的茶，我在那边喝的是它的绿拿铁。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想要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知不知道，就我发现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可能点饮料的时候线上点，然后他可能会送过来，这是外送嘛，但他们是比如说你要去店里面取他们的饮料，但是你是在大概它的这个饮料店的400-500公尺的这个平方的这个范围之内，你就先点好。对，然后去到现场的时候，你也是线上都是支付的，然后你再去取他们的咖啡这样子。但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然后想说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人在那边看菜单，然后看说要什么？你以为有人要帮你点？对。然后我去到前面，然后那个小姐还问我说：“现在是你的那个取餐号码是多少什么之类，然后我说我要点餐，我才知道说哇全部都是已经线上化了，几乎没有人在现场点餐。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熟悉怎么做，然后他还把我的手机拿过去，然后帮我按一按我要喝什么，然后就完成这样子的点餐，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其实包括了在场的韩国啊或者是欧美人士，他们后来也一开始都跟我一样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但后来也都渐入佳境，然后就是成功点餐这样。然后呢，我还看到什么？我发现我饮料就可以讲了蛮久的时间。看你很爱喝，你是真的很爱喝。很需要精神粮食。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的那个电动车，电动车一定就是绝对是在中国大陆现在是发展最快的时候。那科技，因为我们其实节目常聊有关于中美的对抗嘛，那我们常聊，比如说科技、聊金融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在金融上，美国现在还是领先的，但是在科技领域，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跟美国就是几乎可以到相抗衡的一个地位了。尤其是今天要来看到这个电动车，我在当地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惊艳的，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华为啊、小米的电动车已经很多了。
但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台湾的电动车实在是太贵了，我们的进口电动车加了关税之后，动不动可能就是以 Tesla 为例好了，一台可能就要190万以上，是最基本款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它的全配备上去之后，可能就是200万元左右。我就是已经看到华为的电动车是那种很豪华的那种电动车已经在跑。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比如说电动车的后面，我才知道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白色的亮起来的灯，你们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是看到想说，为什么那个屁股有一个白灯亮起来？是什么？其实意思，我后来问我中国大陆的朋友，他就上海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就代表说这一台车是自驾，就是里面的驾驶他是完全就是，他正在那个他在休息，他在休息， OK， 他在休息，就是他完全就是比如说进到隧道啊，或者是他就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2手都没有在，就靠近方向盘就可以，然后他就是让车子这样，然后甚至他们是可以跟车子讲话，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这是我朋友告诉我，因为他有一台那个电动车，他把车子停在一家店的前面，然后呢，他就是设定好之后，他就进到这家店去用餐。结果过不了多久，他就收到一个简讯，然后简讯的内容就是说，有车主问你说，可不可以请你把你的车子往前开一点点，因为我想他的这一位车主想要停在他的后面，然后他就跟这个电动车就下了指令说可以。你自己。对，他就自己动，他就自己在远端就动哦，闪电霹雳车阿斯拉就对，他就车立刻动，而且你知道那个车主是自己跟那个电动车说话，就比如说是敲他的，就是他的车尾2下，然后就直接跟他讲话说他需要他把车子往前停，太智能了。他就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之后，他就传了一个简讯给这个自驾电动车的车主，然后他下了一个指令，他就自己把车子往前走，这个是我就是上海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我也觉得有点震撼，蛮惊艳的。这个是科技上面的，这是比较硬实力了。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车就是卖到行销到已经到全世界，尤其现在在欧洲嘛，很多人买这个中国大陆的车子。我会不会讲太久啊？不会啊，大家不就很想聊聊吗？你的中国行，吃的好，来讲一点轻松的好了。再讲一点点严肃的好了。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很漂亮，就是上海的夜景，这是我特别上去我忘记是哪一栋？金茂大厦吗？应该是金茂大厦。好，我在金茂大厦的这个观景台上面特别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那我想要给大家看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在应该是10年前去上海的时候，当时其实只有应该是东方明珠而已，所以我对其他的建筑还没那么熟悉，但是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所谓的3剑客，就是他们有金茂大厦、环球中心跟上海中心大厦这3个，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发展的非常的好的。那你看它周边也都开发的非常的完整，而且重点是这2、3年、10年前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当时都还是稻田。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这样子了，我觉得浦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特别也看了一下他们的建筑，因为我有去观察他们的建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他们的建筑是一块一块的，比如说这一块的建筑师的屋顶上看上去是长全部一样的，然后是同色系，比如说都是红色屋顶，那一整片，那另外一整片可能是一个白色屋顶。后来我才知道说，我也是问他们当地的人，就说这一块一块就代表是不同的建商做出来的。的建筑，所以他们都是有城市规划的，整体规划好再下去做一个建设，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城市的建设也非常的让我非常的惊艳，这样子。好，太好了，导播在画圈，那我再讲一点点轻松的，秀一下美照好不好？这个是在那个。外滩，你有一起去是不是？我没有一起去，你们2人同行吗？他就抢答。不好意思，我在这干扰你们。对，这是在外滩拍下来的景象，然后看出去的海港，晚上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也有在当地吃到这个小杨生煎，静乔有没有吃过？上海的生煎包，对，它就是里面装蟹黄肉，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外面就是脆脆的，但是里面。非常多的汁。现在下午录影不要讲这个，非常多的汁这样子从里面流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这一次的上海行，我觉得收获满满。那也希望就是说，即使现在两岸关系其实蛮紧张的，对，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还是互相交流，然后开放的心态，
去多多的沟通，才可以减少更多的误判。那其实我分享完之后，我也想要请静乔来跟我们分享。静乔最近有去中国嘛？前年对不对？前年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但其实我跟上海的缘分就比较深了，因为我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高雄人嘛，然后我大概在国中的时候就离乡背景去求学了，然后我一开始先去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当一个小留学生，大概1年半的时间吧。后来我妈就有一次就问我说，她觉得现在上海的发展很好，她问我想不想去上海，就是发展看看。然后我那时候也小时候我说好啊，上海感觉也蛮热闹的我就去了这样。然后我当时比较让我震撼到的是，因为当时其实我是大概2005年到的上海，那时候去上海，因为我是在杨浦读的高中，杨浦区那时候是上海比较它是右上的位置，那个时候是它的相对来说上海发展比较弱的一个区域。那时候从加拿大换到上海，哇！你感觉好像从了一个先进国家，然后瞬间到了第3国家的那种感觉。我一开始很不适应，但是其实过了半年1年，开始慢慢越来越熟悉中国大陆的生活之后，然后我才开始看到，原来其实那边有很多蛮有趣的现象。那就更不用说我之后在2007年就是入学复旦大学嘛，所以我等于是跟着，我觉得那应该是中国大陆那10年的建设的黄金发展，就是上海这个城市它永远在变化，对，就是我每一次寒暑假回到台湾，然后我再回去上海，就只是可能1、2个月的差别而已我就觉得怎么这里又冒出一些新的店家，怎么这一条街道又改朝换代那种感觉，就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然后因为我们杨浦就除了复旦大学之外，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学区的一个地方，我们那附近最大一个商场叫五角场。然后五角场以前我那时候刚去杨浦区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热闹。然后这几年，像我前年回去，哇，它那个五角场已经开发到什么第3期、第4期，然后已经弄得就是已经自成一派了，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群的一个规模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在复旦这样4年看着，当然我也4年这边看了很多电影，贡献了很多餐饮，可能里面有那几个砖瓦也是我贡献的，但是就觉得说哇。上海真的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那这个当然是前10年大家都很了解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次像24年我去了浙江的乌镇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上海已经就应该说整个中国大陆，他们除了在基础建设冲得很快之外，现在开始在我们过往都知道它的硬体是很强，但是软体一直觉得说，怎么去1线城市或者是跟3线城市怎么差别那么大？但这几年却我觉得现在。他们的年轻人，整个教育的水准，整个对于世界观的理解，都已经跟我那个时候去07年、05年那个时候很不一样，落差很大。对他们现在就是哇，他们的年轻人都是跟他们聊天都是言之有物，然后什么都可以讲一点，然后你感觉他们的年轻人懂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们的软体、他们的文创、他们的创意内容等等。都已经开始跟硬体匹配了。我们看这几年茶几，对不对？霸王茶几，对，然后泡泡玛特等等，以前都是山寨别人、抄袭别人，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自主品牌，然后干掉其他之前的领先者。我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大陆软硬体都很强的一个发展，也是我这几年。24年回去之后比较深的一个感受。是因为刚刚这个静乔也特别提到他们中国大陆的 IP 就是泡泡玛特，其实我特别在上海也拍到这一张，因为他们的那个 store 就是泡泡玛特店是真的蛮惊艳的，就是会有那种很巨大的娃娃，你很远的地方你就会被吸引到，就会立刻想要进去里面逛一逛。然后我的来宾也很可爱，就是他每次去上海一趟都会特别带几个泡泡玛特的 IP 来给我，因为我喜欢 Cry Baby。我也有，超可爱。对，那依琳呢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在节目上就像思敏提到，其实我们比较常跟大家分享都是一些国际局势啊、政经发展，都是从这个角度在了解中国。但是以我自己私底下生活的体感的话呢，我是觉得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同事，他去深圳常住嘛，去那边发展，他每次回来我都会一直问他说，觉得那边生活怎么样啊？但他其实跟我分享的，还有我自己在从这些陆剧陆综里面观察到，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像他们的生活真的很方便，刚刚思敏提到点餐嘛、点饮料这种的，还有。
像你刚刚说的饮料霸王茶姬这个，其实他回来的时候有带给我一个保冷袋，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精致？他说会吗？现在大陆的饮料外送都是这样，对，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它的包装，不是用一个什么随便塑胶袋，就是蛮有质感的保冷袋，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今天点饮料有被照顾到的这种小确幸。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说像是陆剧啊、陆综，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平常工作很紧绷，压力很大。陆剧、陆综、小红书，现在是我的精神粮食。真的，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就看，你知道那个配饭有多香吗？对，就是原本哇，这个神经非常紧绷，一看就觉得哇，忘却一整天的烦恼。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大陆演员蛮厉害的。对，你说他们可能是实力派演员，可是他们要上一些综艺啊，不管是歌唱啊、跳舞啊，什么样样都要会。我就觉得哇，他们的演员的那个软实力、硬实力其实都是同步在增长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小红书。我先插一下话，你最近最喜欢的陆剧是什么？可以在许我耀眼，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不许没有人看过，这一部是真的置入可以吗？不会，这很好，这很多人都看过。还有那个陆综《奔跑吧兄弟》，这个我也有看过，很好看。我觉得范丞丞超好笑。好，我继续讲。再就是小红书，我真的非常爱，因为我常跟大家推说，小红书我觉得很像现代版的那种百科全书。就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比如说最新的韩国的妆容应该怎么画？你不用再靠我们的化妆师，你上去一看，你是方圆脸、鹅蛋脸，什么脸该怎么画，清清楚楚。然后还有说，因为我前阵子去独旅嘛，然后我就想说独旅该怎么样拍照，总不可能叫路人拍，也是蛮尴尬。它里面就有10招教你独旅怎么样拍照技巧，独旅攻略。对，你就觉得哇天哪，这比我在就是其他搜寻引擎上面找到的还实用。他们旅游这个真的很强，消费、彩妆、时装、饮食这种生活类的很强。对，就是我现在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没有小红书。像有一次最夸张，我半夜的时候，然后我的背拉到抽筋，这时候怎么办？半夜小红书，你又不可能就是立刻冲去急诊，也很尴尬。开小红书抽筋拉到怎么办？结果他真的就有复健科医师，他们会有那种类似 short 那种短影音嘛，就跟你说，你要把脚翘起来，往前拉伸，深呼吸几下，然后就觉得然后而且当下大概隔10分钟吧，其实我的症状就舒缓了，我就觉得天哪，我人生好像真的不能没有这些东西在我生命当中了。好，谢谢依林的分享。那我们2026年，这就是我们在这几年所见的有关于中国大陆的不一样的增长，那提供给观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新年快乐，等一下再见。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新的一年，中美之间有非常多的角力。我们同样是请到3位的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看看今年在中美的角力上面3个绝对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那我们今天会就3个议题来一起做分析。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是金价狂飙的议题。第二个是金价狂飙，同样也是因为现在地缘政治不稳之下，那川普这个人的变数实在太大，所以可以看到最近的金价一直在不断的上涨，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哦。这是金价狂飙，我们会来聊。那这个等一下依林会跟我们分享，有买黄金嘛？那再来就是静乔会跟我们聊 AI 的晶片战。那我先想要跟观众朋友来聊的就是关税，中美之间的关税战，这个峰回路转，到底现在对于谁的影响比较大？包括其实我想要来聊的是对于美国的影响，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跟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是各自是怎么样子的？好，等一下我们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注。好，那我先来分享，就是因为川普其实执政到现在已经刚好是满1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他的关税战到底，因为他一直说希望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是到底对于川普对于美国的本土的经济到底有没有提振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现在就立刻说有没有效果，因为还要再拉长时间来看。但是确实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问题已经是可以说是完全的失控了，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再加上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关税的成本加上去的时候，很多的企业他们开始做裁员，因为压力太大了。关税的成本之下，美国很多的企业做裁员。其实，在去年1整年，我整理出了美国企业到底哪一些企业做了比较大幅的裁员，而且都是知名的公司哦。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光是前11个月，美国的裁员人数已经高达了110万人。
哦，过年讲这好不吉利。对呀，没有办法，因为人之后还会陆续被机器人没错，取代没错，没错，大家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对，那其实我蛮多的朋友，他们在美国科技业矽谷工作，也有一些朋友在 Google， 也有一些朋友在Facebook。然后都是大型的。朋友怎么都这么优秀？就是工程师。我们也是他朋友啊。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呢，他们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其实赚钱赚蛮多的，赚蛮快的，但是他们也非常的忧心，甚至也有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他们就说已经结婚了，不敢生小孩。我想说，哇塞，你们两夫妻在矽谷工作，不敢生小孩。后来问了一下原因，除了说现在关税战压力在当地他们觉得生活成本变很高之外，他们觉得以后结婚生小孩，已经结婚了，要生小孩之后的那个奶粉钱，然后还有食物的费用，他们光是想到说什么要买奶粉、买那些育婴的用品，都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拿一些二手的育婴用品来做使用，可以节省下比较多的钱，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育婴啊，还有学费等等这些教育费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也是觉得说能省就省，而且他们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 AI 发展，等一下静巧会来聊，AI 发展的非常的快速，现在也各个企业他们也想要省成本，所以大幅的裁员。那我在 Google 的工程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觉得说他现在能够赚就赶快赚。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他很担心，其实有一天他自己很快就被裁员了，所以他现在也是把握机会。那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有几家比较大型的公司在裁员，我们看到个十百千万哦 ，Amazon 亚马逊就裁了3万人哈，然后雅诗兰黛裁了7000人，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是宝乔7000人 ，UPS 34000人，这个是 Kiehl's 就是知名的化妆品彩妆品牌9600人。所以这样种种加起来，其实都是知名企业啦。Starbucks 也裁员嘛，总共是110万人。美国的中产阶级还有精英阶级，其实都在这个名单当中。那关税战到底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还要持续的观察。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有没有？其实现在也是还在持续的发酵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出口竟然是创下史上新高，那它的这个贸易顺差已经高达了1兆美元，这是他们应该算是近期表现最好的一次。就是说，他们的产品现在不卖到美国去了，那你就会想说，少了美国这么重要的市场，他们的产品去了哪里？结果就是去了非洲国家啦，那去了东协国家，去了拉丁美洲卖电动车，他们的能源产品跟储能的设备等等，所以在这边就有另外一个拉货潮。那往美国的出口少了19%，但是其他的这些国家拉起来，所以他们反而是贸易是顺差的哦，高达了出超金额高达了1兆美元。那刚刚讲说，你们猜在美国？就是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位是资产管理专家麦可格林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2025年，美国的一个家庭要赚多少钱才能够感到说自己生活没有这么拮据？我们用台币来换算，你们觉得应该是多少？那你有亲戚在美国嘛？他们有没有跟你讨论过一年要赚多少？没有，1个月没有20，基本上生活开销20万新台币，所以等于是1年也要超过400万。300万，差不多啦，300万。美国那个小费吓死人，光是出去外面吃个饭，你光是要付小费，就很多隐性成本你根本看不到。我现在都不太敢去美国，去美国人人变大厨，这真的只能回家自己煮啊，要靠自己煮饭。然后，所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一位 CEO 的专家，他就做了一个答案是14万美元。那我帮大家换算一下新台币，就是455万。新台币，你才会，这不是说已经这薪水很高了嘛？这只是说你可以感到生活没有这么的拮据，就只是刚刚好而已。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美国人就是病也病不起，因为成本都太高了，然后育儿费等等。那这个可支配所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过去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中产阶级可支配所得可能要有2/3，那现在只剩下50%，意思就是说你赚2块钱。那你有1块钱，你是立刻支出去的，不管你是要买保险，不管你是要缴学费，或者是做一些或者是买食物等等，这些都变成你立刻要支出的，这样，所以现在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是。那关税战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刚刚说的是好的，是出口大好。
但是其实自己内部，中国大陆现在也面临到他自己在内需上面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包括它的整体的内需现在已经没有之前的这么好，整体的内需还在放缓当中。然后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年轻人找工作等等内卷的问题也是他们要解决的，还有消费啊必须要被拉抬等等。还有房地产，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恢复当中。你很难想象中国前几年房地产火车头的那个形势，一冷好像就一直好像救不太回来的感觉。对，所以现在在这个房地产的部分也都还在努力的拉抬当中。那这是中国大陆它在跟美国面临完全2个不同经济体完全不一样的问题。然后我接下来又画圈了，太好了。那我来赶快来比一下。我其实想要看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关税战之下。那现在有关于人均 GDP， 因为新的一年2026嘛，美中台3个国家3个地方，那大家这个薪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薪水表现。中国大陆今年的人均 GDP 是13800元，美国是89600元，台湾是37827美元，这个上升幅度是最高的，11%耶。但是都是集中在科技业啊，台积电、联发科。记忆体那些人都是给半导体的人才，传产很辛苦啊。对，所以现在台湾的自己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跟美国有点像啦，就是说主要的资金还是集中在某一些产业部分。那美国它现在贫富差距很大，那中国是内需问题，台湾则是你看这个主要的资源集中在某一个产业，这也是台湾面临现在眼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那接下来我们请依林来跟我们分享买很多黄金好了，因为听说买了很多黄金，聊产业嘛，产业没有，难怪这么开心，聊一下黄金。好，过年嘛，聊黄金就是要金光闪闪、珠光宝气一点。好，其实呢，这一年我们看得下来，黄金的涨势是真的非常夸张，它不是说这种小涨，它是做火箭般的速度在上涨。其实你同时做单位的图卡，你看到他说去年黄金的涨幅超过60%。其实，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当下，现在金价已经喊到上看6000美元。你以前可以想象说6000美元的金价是什么？对呀，太高了。好，而且刚刚我在隔壁棚播新闻的时候才播到说，这个北京呢，大家是顶着这个寒风刺骨，在那个金饰店的门口在排队，为了要抢到那个金饰。然后说在广州这个店门一开，大家把黄金都抢光光，好像不用钱一样。其实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因为在以前大家会觉得说黄金就是避险资产，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涨势太惊人了，所以很多人是抱着有点投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也想要从中获利赚点小钱。以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之前像比如说股市方面，我投资的都是美股嘛，然后台股都是比较以科技股为主。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有默默在去年大概7月左右，我收藏了一些黄金的 ETF。然后到我收藏进去就忘记了，然后到12月的时候想说检视一下我今年的投报啊什么的，就翻开一看，7月到12月我的那个投报，如果我有投的话，它获利是75%你说台积电有可能短短几个月获利75%吗？然后我就吓到，然后我吓到当下想说，可是现在都这么高了，还会更高吗？但是我那时候就抱持着，现在不进场，我到时候一定后悔，所以我就小买了一些。12月，对，12月，12月底快1月的时候，我就小买一些。然后呢，这中间我就是定期定额，可能就是小买一些。然后到现在你看我们录影呢才1个月的时间，其实投报大概3-4成，非常可观的。真的，就是连现在那些 AI 科技股、妖股，其实都很难比上的一个价格。是。但我们要聊到，就是在讲说，其实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黄金就是避险，那为什么现在黄金这么热？从国际局势上来看，其实就是因为说现在全球经济通膨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还有地缘政治很紧张，然后还有美元的波动、利率政策这些不确定性。那你的资金会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出口嘛？那甚至这个出口也可能让你有一些小小的获利，所以就涌到黄金这里。黄金很理想，这几年美债的表现太差了。是啊，以往大家会买美债，对，这几年都觉得黄金的表现更好一点。现在大家都在抛售美债变债王，也是因为川普政府的做法跟作风啊，让过去美元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公信力，我觉得受到蛮大的打击。对，但毕竟我们现在录影当下，我也没有要大家投资的时候还是要理性思考。对，毕竟现在在高点嘛。对呀，不要说我们叫大家一直投资，因为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风险控管。对，因为毕竟说现在金额真的蛮高，那你如果会觉得来不及的话，
要怎么样参与？其实我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包含说你不要一次投入太多，定期定额、小额的参与，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亲民的方式，因为现在很少人，你说买金条放在家里面吗？因为很担心被偷。你可以选像是定期定额啊，或是一些小金条、小金饰，我觉得也可以啦。毕竟女生嘛，尤其过年又到了，我觉得投资自己一些小金饰也是可以。然后长期配置，比起你短期的波动，其实是更关键的事情。好，太好了。那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我们今年的第3个关注话题，2026，还有一个是 AI。对，刚刚我有提一点点 AI，那建乔又怎么看？AI 跟晶片当然就是去年一直从2025然后延续到2026的一个主轴嘛，大家都知道。而且辉达200这个 H200去年大家的新闻就播到一大堆，因为它的剧情发展也是非常的反转。一开始是美国不让卖，黄仁勋去求好开放，然后又变成中国，我也不要买了，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罗生门哦。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像黄仁勋，还是像 AMD 的苏姿丰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商家富人们，他们都必须在美中这样对抗的格局下，在从缝隙中求生存的这样的感觉。那川普政府表面上放行了 H200出口，但实质上它也是附加了这个出口的附加税嘛，就被业界称为是一个算力的保护费。那我想全世界应该也只有川普是可以这样搞的，所以那黄仁勋他们也就必须要妥协，因为就是现在的美国当家者是这样子玩。那我帮大家提几个重点好了哈，我觉得未来啊，这个晶片还是就持续大家在追求算力的发展之外，其实去年 Google 推出这个 Gemini 的晶片，还有他们的自家这个系统 TPU 这件事情，确实让市场看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辉达的晶片曾经这个合法管道的报价哦，再加上了关税跟审核的成本，曾经一度一张一个 unit 要卖到超过5万美元，这是很多小公司没有办法负担的，对不对？但是 Google 的这个 TPU 用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ASIC 晶片，就是客制化的晶片，然后来做，让大家说，它可以把这个能效比跟算力调整到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区间点，它大幅降低了那个成本，你跟 DeepSeek 之前在做的事情有一点点像，但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觉得今年26年 Google 的这个做法会刺激到更多的小公司，慢慢去往这个部分靠。当然你要走这种通用型的，然后要涵盖的广泛包围的，你当然还是辉达的晶片是首选，但是更多的这种小公司二三线的公司，他们也可以透过像跟 Google， 不管是用租用的方式也好，或是用合作的方式也好，借由 TPU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去跨足到这个产业。所以我相信2026年整个晶片还有整个 AI 的软体呢，虽然这一阵子这个美股7巨头有一点点冷掉，但是我还是看好未来发展，因为我相信另外2位主持人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 AI，不管是帮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还是我们日常中要寻求一些灵感，甚至是网友很爱做一些梗图，对不对？所有东西都在用 AI， 我大概每天都要用好几个 AI， 而且我现在都是 ChatGPT 跟 Gemini 一起用，一起比较，然后看看到底哪一个更好用。对，所以我觉得从25跨入到26，当然大家要持续追逐的算力之外，我们会进入到一个3元体系的发展了，就是美国这边呢，还是继续靠辉达他们的 Blackwell 跟 Rubin 维持这个技术的绝对代差，但是美国也会面临到他们的背后的这些基础设施，像是电力的问题这个部分，对，他们现在要急起直追，但是美国各种法规、各种的运作模式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子这么大规模的去倾国家之力去投入，对，所以他们还是民间各立为王，像诸侯这样子去弄，所以在整合上会差中国一些。那中国是要走出一条这个用演算法的效率来弥补算力不足的一个路径。虽然这一阵子我们看到黄仁勋董事长去了北京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有几间公司买了，但是要跟美国现在既有的晶片算力来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差距。但就是像靠 DeepSeek R1 这些公司靠更少的算力、更聪明的架构，
然后还有背后这个强大的电力，我觉得26年甚至是27年。背后这个电力，中国是非常有搞头的一件事情。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在发展就是西电东送啦，所以他们其实是请国家之力在完全的发展他们的电力，让他们电力足够。那这是美国现在觉得，也包括了这个黄仁勋在内，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自己都觉得说，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是啊，马斯克就说，你没有电力，你就算拥有一大堆 AI 设备，也都是废铁啊。所以电力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谨慎啊，尤其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要。当然中国大陆地大物博，核能、风力、绿能它都可以做。但是如果一些是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方，你还要继续做风力吗？你还要继续怎么样吗？是不是核能还是日本发生福岛之后，他们还是回去拥抱核能？这会不会是小岛国必须没有办法逃开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迷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谨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好，谢谢静乔，这是我们大家分享到的2026年，我们觉得3个会引爆火线话题的议题，分享给大家。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过去一整年，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会关心到说，川普的关税战已经实施了大概1整年的时间。那全球其实都绷紧神经，对于这个关税还有极限施压，大家都在看。尤其这个1整年下来，川普的2.0的关税战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发展历程？我先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整个历程了。再来讲一下后续对于整体全球资金啊市场的影响。2025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开始开局哦，回国后它就先释放了一个讯号，强调对等关税、国安的这个关税。那把关税现在可以看出来，就是它的一个外交跟谈判的工具。那上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对许多的国家已经全面施压了，包括了我们看到画面上中国大陆、印度、欧盟、加拿大、南韩、日本，而且很多的国家，应该是说我现在念出来的后面几个国家，欧洲啊、加拿大、南韩、日本都是它的盟友，但是它是照样课这种重税，而且关税的政策是说，今天说了之后，明天可能又改，明天说了之后，后天可能又会改，改来改去。现在做一个统计，4月到7月啊，3个月内，川普的关税说法已经修正了28次左右的时间。下半年的时候是终于在很多的谈判、各方的谈判之下，已经有很多的达成协议了。但是重点是，他每次达成协议的时候，后面都会有很多的附带条件，让各国都感到非常的感冒。尤其是这些附带条件，常常都是很为难、很强硬的。接下来就看到2026年，就是开始有这种关税战的副作用出现了。96%的关税成本竟然是由美国的企业跟消费者自己来做买单的。所以这个关税战到现在到底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等一下我们3位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析。那我先来讲一下对于美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我会从2个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从经济面，第二个就是从外交面对于美国的影响。经济面的话，当然就是美元霸权的这个解体。也没有说现在已经解体了，但是正在解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因为我刚刚在节目上来之前搜了一下有关于美元指数的走势，然后我也是蛮惊讶的。我们先看这个2025年全年指数的跌幅，其实已经高达快要到1%了，是非常多的。那这是1个月之内，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跌幅，这个跌幅其实就已经有，尤其是在这个点上，这个是今年的年初到现在，可以说是这个直接是暴跌。现在美元指数是来到96.22元，其实这个数字已经是创下了单周的4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所以其实现在有非常的多的说法，就是说许多的国家正在卖出美元，意思就是说也是卖出美国，把美国这个国家给卖出去，因为他们觉得川普拿这个关税已经当成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惩罚工具了，这不单纯是美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贸易上面的工具而已。那我自己也观察到说，美元的这个崩跌，其实从俄乌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当时他怎么样拿这个美元系统来对付俄罗斯的，包括俄罗斯的资产冻结在海外的这些资金，他就直接把这个系统
还有包括它的 SWIFT 的系统给关掉，让俄罗斯无法做使用。当时其实很多的国家就看在眼里，就会觉得说，哇，我美元这件事情，还有美国的整体的体系，到底是不是可以信赖的？如果有一天我跟美国的关系不好的话，是不是很快的他就不会让我使用这些工具了？所以美元霸权的崩解，其实从俄乌战争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那现在整体的国际资金也开始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迁移哦。那包括了我查了一下，包括欧洲的股市现在有非常多的吸引力，现在资金从美元逐渐流向欧洲股市之外，还流到了日元。再来就是受惠最多的是这个新兴市场，我们知道的这些东协国家，它的 MSCI 指数已经连5周狂涨，大约幅度达到7%。不要小看这个幅度，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美股不是狂飙吗？那其实标普500的狂飙的增幅其实只有1%左右而已，所以可以看到是有非常显著的增加的。那再来就是说外交面，我们也想要来看到，就是说外交面，就是当时美国的这些原本非常要好的盟友，现在也开始集体的表态说，我要出走美国，我不要跟你做这么好的朋友了。尤其我觉得最近的新闻的热点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对，卡尼态度非常的强硬，他就觉得说，你美国，他直接说了，他说你美国根本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你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系。他也去讲说，他认为川普是非常非常的疯狂的，然后他也号召说，我们只要是中等强国的国家，我们在这个时候都应该要站出来，一起去抵制美国。这是卡尼，这是加拿大以前不敢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加拿大跟美国的关系，这么的好，但今天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而且加拿大的关系其实跟中国大陆过去也蛮紧张的，因为孟晚舟事件，但是也在卡尼的带领之下，现在也正式的破冰了。卡尼现在也跟中国大陆谈了非常多的条件，那中国大陆最新也买了10艘来自于这个加拿大的他的犹太子，对，他的这些10艘的船全部都买。犹太子啊，全部都买上去了。那这个卡尼，我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今年我们在节目上可以特别关注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曾经是这个哈佛、牛津大学的高材生。然后呢，他的背景包括他在高盛啊、英格兰银行待过，所以他知道说对于川普的话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治他。那还包括了说，其实这一次加拿大也很精准的预料到说，这一场关税战对于美国的伤害其实反而是比较大的，因为呢，其实加拿大虽然3/4都是出口到美国，它的商品出口到美国，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企业都是。美国自己的企业在这边做，不管是通用汽车、福特汽车等等，其实都在加拿大这边做生产的。所以卡尼这种带起了其他的盟友一起来抗美的这个趋势已经在成型了。然后我也把这个几个国家列出来，最近呢，开始访问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交朋友的国家，南韩总统李在明开始转向加拿大卡尼，还有芬兰到英国首相施凯尔、乌拉圭、德国等等，都是美国最好的盟友。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场关税之下，不管是经济上美元霸权的解体，或者是在盟友的关系上面的这个解离都是非常明显的。对，想延续思敏刚刚的想法，刚刚提到加拿大，其实我在加拿大住过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加拿大真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大家都非常的好。然后你看他们过去总理的人选，不管是现在的卡尼还是上一届的杜道，都是给人一种温文儒雅、学者风范的感觉。可以把他们俩都气成这样子，你就知道川普真的是很夸张。对，我们就必须要讲，2025年他回国白宫，马上就端出这一个对等关税，然后呢，把过去美国人最讲求的谈判还有合约精神，我觉得被川普已经有一点玩烂掉了，变成说好像他现在持续的对他的盟友，对他可以占便宜的对象，在持续的勒索。刚刚我们提到加拿大，过去跟美国是这个兄弟之邦，然后都可以一直用言语上去羞辱这个跟你关系这么紧密，不管是文化，不管是军事，不管是贸易的一个人的一个群体。我实在不懂川普一直这样羞辱加拿大，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只是在显得说我们这种大美国主义，我们这个唐罗主义，然后加拿大反正我搞定格陵兰之后，我就要再继续搞定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点都没有必要。好，或许加拿大对亚洲的一些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太远，我们就拿韩国来讲好了。李在明这个总统，我觉得他很聪明，好不好？过去前面的尹锡悦总统就是
非常极端的偏美路线嘛，对，跟中国也扯不好，搞不好关系，就是很强势的，我就是要依赖美国，然后跟北韩的关系也是变得紧张。但李在明就觉得不需要，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三角形大师，他就是借由，他也知道小国要在强权之间生存，你必须要周旋，你不能单压欧印哪一个地方。所以他上任之后，跟川普面子也给川普做得很好啊，好吧？但是川普把焦点转到其他事务的时候，他又去跟习近平主席会面嘛，大家也谈得很开心啊。习近平还送他那个手机，还拿手机还开玩笑说这个没有后悔，我觉得蛮幽默的。对，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从李在明的做法就可以看出，其实现在包含美国的这些盟友，他们已经在寻找一个 Plan B 了，因为他们知道你川普是可以为了你自己的，不管是你个人的利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已经是他的第二任期，他最后的任期，他就在追求一个历史定位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会做出很多很激进的事情，为的就是他可以被记录在这个历史记录书上面。因为美国的总统上已经四座总统，应该不会再加第5个总统，所以他必须要用其他的方式。那不管是这样子为美国争取关税，搞得世界天翻地覆，还是想想看又要拿下格陵兰，又要怎么样，又要处理这个加萨，然后处理俄乌，他都想要在历史上留名。好，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他想要做的事情。那如何在川普这样子不断的想要完成自己个人的想法的时候，去适当的去风险化，适当的去跟美国，不能说完全不依赖美国，但是你必须要找出第2条路。那李在明就在军事自主、在经济分散还有主权红利这3点事情上，我觉得就做得蛮好的。那欧盟还有加拿大现在也同样加入到这一股这个趋势里面。当然，因为欧盟大家就是太多国家了，然后你这个法国有法国的利益，德国有德国的利益，有时候很难瞧在一起。但是必须要现在要2026年欧洲必须要借由格陵兰这个议题更加的集中，我觉得。所以今年来讲，我觉得这个交易赛局是各国正在学习怎么跟川普这个不可预测的霸权，因为去年上任嘛，这1年搞得天翻地覆。26年他的塔口大家都了解，但你怎么去跟这个总统做成？你就算表面功夫你要做给他，我可以表面上跟你川普总统你好棒，你这高大上，但是我们表面上这样子，但私底下你跟其他国家的这个隧道你要保持畅通。万一真的川普今天真的跟你翻脸了，你至少还给自己留有一个后路。这个战略自主的觉醒我觉得是26年。他继续这样极限施压，而且今年是他的期中选举，他还是会把更多东西搞上来的，你等着看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真的不要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好像我就是单压美国，然后美国怎么样，我就是对他百般的听从，千万真的，尤其是小国家，千万不能这样子，好不好？心有戚戚焉啊！来，依琳有没有要分享的？好，我会觉得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就川普第2任期以来，每天的国际新闻焦点就是川普。但是我在看川普，我自己就觉得他很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动漫《哆啦 A 梦》？我就觉得他很像里面的胖虎，就是我很有气势，我拳头很大，不讲武德，所以然后制作团队问我说，你在你的那个生活环境、办公场所里面有没有遇到像川普这种角色的？还好真的没有。我们公司的人都还蛮 nice。对呀，我想说，我天哪！因为讲到其实川普的作风，以他国际间的局势操作来讲，其实是有利有弊，毕竟他是商人出身嘛。你说他这种方式，他的决策就是我很直接、很冲，短期内你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效果反应出来，没有错，像是我的贸易谈判啊、外交策略，我直接把球给了你，压力给到你身上，你势必就要做出反应，所以它是会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呢，有时候对手就是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川普突然又 chicken out 了，对，然后再来说他的风格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包含了像他第2任期上来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恶化发展等等，还有对欧洲盟友都已经是盟友，他对他的态度还是可以。我一副就是老大哥，我决定怎么样就这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川普上任以来，他好像在玩真人版的大富翁。我想要这一块地，这是我的，我就是强权等等的。但是呢，说到川普这个Taco，其实彭博今天热腾腾有一个数据出炉了，说这个关税政策呢，川普一开始寄出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最后看到的版本，它执行力只有20%左右。所以其实真的就是Taco。
那如果你问我说，真的在办公室里面遇到这种人，我该怎么样自保？其实刚刚我觉得静乔讲的很对，我有2点想跟大家分享。那刚刚静乔讲到，就是我本来要讲第2点，就是这种人他行事很快，冲击很大，但是你私底下你刚刚说的这个隧道，就是你要多准备一点，要多留一手，你不能好像就是被他带着走，因为等到他出招，其实你来不及了。那还有一点重点，我会观察的是，我会看他这个人的最在意的点是什么，容易情绪化的点是什么，我们就不要去踩到那个雷。因为以感情来说，这可能是有点 PUA 的倾向，不觉得吗？你可以学高市早苗跟李在明，我觉得这一次川普亚洲行，日韩2国的领袖都把面子做好做满给他，是他最喜欢，做到他最喜欢这样，是。但这种 Taco 型的人物，你说他虽然霸道，可是观察久了，你也会发现他其实就有一个规律可行啦。所以呢，他也可以，你短期来看，你会觉得好像很受到刺激啊，像股市啊上冲下行，其实回推其实也创造不少的机会。然后这时候团队问我说，那如果你遇到川普，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说？我会说，拜托这个要做重大决定，有利空或利多消息之前，先跟我说一声。那你要是穿游泳啊，突然像上冲下行很紧张。我也必须要讲一点，川普总统虽然2025年他上任，然后给世界带来很多的局势，但是也对于投资者来说，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因为他会是市场上最大的黑天鹅，他可以人为的去干预市场的情绪。那如果你在这个时机点你大胆的话，你可以获得不错的风险跟报酬。好，谢谢静乔跟依林，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环球大战线，今天终于我们3个人聚在一起，要来围炉啦！新年快乐！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也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些愉快、开心的事情，然后还有我们过年都吃些什么。然后因为我最近在学做菜，所以有一些拿手菜，但是也没有很厉害，所以也不太方便讲太多。预告啦，麻油鸡等一下可以讲一下。好，那今天是围炉嘛，所以我们的节目形式也很不一样，我们就3个变成来宾。但是呢，我们制作人也有跟我们说，有一个是新的一个我们的小编，他会来，他叫做 Money 讲，会来做主持这样子。OK， 所以我们3个等于直接失业。好，那小编你可以问问题了，Money 讲，请说，对我们进行灵魂拷问。Hello，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寰宇限定小年兽 Money 酱，这么有年味的日子，怎么可以少了我呢？所以接下来呀，Money 酱就要来拷问3位主持人哦。现在华人围炉吃的不只是菜，吃的更是团圆的氛围，是家人彼此之间的祝福，更是每个家庭独一无二的记忆。有些菜呢，1年只出现过1次，而有些味道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3位主持人，每个家庭都有一桌不能少的年夜菜，你们家呢在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哪一道菜呢？那这道菜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是故事？首先，我觉得 Money 讲的声音实在太好听，很温柔，真的很温柔。完了，我们这个主持棒不保。我觉得他好适合做这个角色，温柔小姐姐，真的好好听，好适合过年哦。那我想要先，因为我先第一个分享，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水饺。水饺啊，是不是很普通？元宝都会吃。但是呢，我讲这个水饺，我觉得它是很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高中跟大学我在美国念书，然后其实尤其是到了大学之后，然后高中跟大学都是啦，因为我念书的地方比较偏远，我不是在那种市中心。包括我在高中的时候念的是叫缅因州，是在美国东北一个很高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华人，都是白人，对，比较多。然后我应该是学校里面就是10个以下的华人，就是总共大概十几个华人。然后那时候会中文的可能就没有5个，没有5个人，对。所以那时候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哭。然后呢，我到了大学之后，在东岸的纽约州念书，那时候还没有到加州，在纽约州念书的时候，那一所学校里面也是白人居多的学校。然后也是很少那个会讲中文的，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呢，我在高中是几乎没有太多过啦。那有时候会回台湾过。那
在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学校也还没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因为现在台湾其实你们都会觉得好像年味已经越来越少了。是的，是的。尤其是在主要大城市或什么，我们住在台北，可能就没有什么年味。反而我现在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在美国的年味反而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在海外的时候，你会很想家。所以呢，你在海外的时候，你会特别想要做一些家乡的料理，因为可能在美国都是每天吃汉堡跟薯条，7块，这是我中午每天的食物。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那你身材维持这样还蛮厉害的。真的哦。那时候比较胖，现在比较好，现在比较好。那时候真的每天中午都吃这些，但是到了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到了过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位是中国大陆来的一个老师。那其实我也不太认识他，那他就透过朋友就邀请了一些中国大陆跟台湾的朋友去他家，我们就一起去过年。然后我一进去就很感动，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是差点流泪。以前看到春联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的墙壁上就是贴那种春联，我就觉得哇，瞬间好想家，游子的感觉。然后老师就是铺了一个很大的桌子这样子。然后上面就有那个低筋面粉，我没有包过水饺，那是我人生那时候我才17、18岁，对，人生第一次，就是我之前都是在旁边看，但我从来没有真的下场去包过水饺。然后我们就大概会讲中文的，应该有聚在一起有快10个人吧，大家聚在一起一颗包，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那个我们整个下午就在。聊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在自己的家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然后包一包，然后再全部下到那个水那个热水里面去，然后大概整个过程，我们感受的是那种海外华人的那种凝聚的感觉，然后后来就是热腾腾的水饺上来吃。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饺，所以对我来说，水饺这个东西是在我过年，后来我回到台湾念完书回来之后，我都会觉得说很希望能够再上桌的一道很特别的菜。哦，好，我觉得我讲的不错，蛮感人的。有点洋葱，那你呢？我也有洋葱，我告诉你，就是呢，你要讲到说家里头最有年味的一道年菜的话，其实我们家从小到大，我觉得桌上最有年味的一道菜，不是说这种什么大鱼大肉，因为现在其实大家聚会的时候也会吃到这些东西嘛。那你要说最有年味，其实是我奶奶自己手做的那个萝卜糕。因为以前就是说步步高升，然后好运旺旺来，好彩头什么，所以其实会一直做这种萝卜糕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呢，她用料是很可怕的那种，你知道自己做的跟外面买的就是不一样。她那个萝卜丝都超粗，你绝对知道它是萝卜的那种。然后呢，她就会大概从过年前几天开始，她就会开始把那个蒸笼拿出来，然后刷洗晾干，然后开始去买东西，然后炒料啊那些干货那些味，你就想说，可能要过年了，很有仪式感。对，就是闻到这味道就知道要过年了。然后他每次蒸好之后啊，他就说，都不要碰，就是谁都不准靠近，因为我们小孩就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不自觉去偷摸。像我小时候就这样整个印上去，然后上面就留我的手掌印，这到底是谁吃的？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但是你就觉得哇，想到过年，你就会想到这个味道。是。对，然后但是像我奶奶每次都说好了不做了啦，就今年最后一次真的太累，可是到了明年过年的时候又开始默默做这件事情。而且讲到这个萝卜糕，我觉得蛮好笑，就我们家有所谓的萝卜糕3天命运史。就是第1天的时候，哇，这切得很好，很精致，大家就这样慢慢夹吃。第2天，萝卜糕又出现在年菜上的时候，变煎的。换个吃法。对，然后那时候你就什么酱啊，就直接淋，就觉得哇超爽，好好吃。第3天想说总算没了吧，没有，你就是这样喝鸡汤或喝什么汤，喝到在里面，你在这，然后就被吸那个汤汁吸得砰砰的，但是你吃的就是一种。就是家人的爱的感觉，你也不想浪费食材，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萝卜糕还有这么多的用处。静强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也蛮洋葱，差不多。没有洋葱不行。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算是蛮幸运的，就是还有在交接到从传统的生活，然后慢慢过渡到手机，再慢慢过渡到现在 AI 时代。尤其像我小时候是住在左营的眷村嘛，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的年味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就是一群小朋友会吃完饭，然后一起出去眷村里面的巷子，一起放烟花，然后玩鬼抓人之类的。就是我小时候的年味是非常重的。然后我奶奶，因为我们那个眷村也是很多邻居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当时跟着
蒋介石撤兵过来的嘛，所以大家的手艺也是各种大江南北。那眷村菜很好吃。对，就是眷村菜。然后我奶奶最厉害的一道菜是她的红烧狮子头，跟她的粉蒸芋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那时候邻居关系也都很好啊，都会多做，然后怎么东家给西家，西家给王家，就大家分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小时候吃饭是真的，过年的那个感觉是非常浓厚的。然后再跟观众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圈子是在眷村，然后我们的路口在左营大楼路口有一间非常好吃的烤鸭，它到现在都还在经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然后那个烤鸭也是逢年过节，我们那个村子每个人都家家户户一定都会订一份的那个烤鸭，对，因为它的片鸭好吃，然后它炒那个酸菜榨菜的那个炒，哇，要加点辣，真的是很棒。所以这些东西会组成我小时候的对于过年还有对于眷村文化那种的感觉。虽然我们那个眷村后来拆掉了，被国防部收回去了，但是那个味道跟那个环境，我觉得就是会滋养我们眷村小孩一辈子，就是都会想到那个味道，这样。好棒，好棒的分享。那Money讲，你还有要问我们什么东西吗？哦，还有呢，我们刚刚听完了这么多，每一道菜都有每一道菜的故事，但是呢，年假这么长，总不可能天天吃好吃的佳肴吧，也不可能天天吃外卖或者吃剩菜，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就来拯救观众们的冰箱喽。有没有一道学得会、吃得下，而且不会被家人嫌弃的懒人过年料理呢？三位主持人看起来问号都不太会讲这样子，什么意思？所以节目制作团队呢，就拜托 Money 讲，不要太为难你们啊。这样好了，就请你们用说的，只要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做一道你最拿手又不太麻烦的料理。我可以先讲啊。好，我先讲，因为我的超简单，大概2分钟解决。你先讲。就是我会做一道我教大家就是摆盘好看，然后时间花的少，大家都可以去那种市场啊，或买虾，然后就是把它切背，然后把肠泥挑出来之后把它摊开，然后围成一个花的形状，就是喷射状的这种，然后再蒸，然后你要先做那个酱汁，包括蒜，然后酱油去调味，调你喜欢的味道，一点点辣，就红色我觉得好看，然后等虾蒸好之后淋上去。哦，是不是很有年味？可以哦，寓意这样子。对啊，因为我出社会之后，我就觉得好，我也要在家里过年的时候有贡献嘛，然后我就做这一道。看起来好像花了很多巧思，但其实大概就是半小时可以解决。那你家人应该很惊艳吧？就是上桌就觉得哇，很拿得出手的感觉，有在用心。好，做的话比较不知道在帮大家过年怎么清冰箱，但我可以建议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讲求就是吃多少准备多少，当然过年会多准备一点，但我觉得大家准备的时候可以多往，像我们家过年一定会有凉拌菜跟卤味，吃冷的这种卤味，那这个东西一准备好呢，它就可以吃好几天，而且它也不会腻，因为它就是作为一个点缀，像前菜这样子，然后它又可以放很久，所以就不会说啊反复加热啦，因为有些菜我们知道有些民众他们在加那个菜，除夕吃完吃剩，初一再热，初二再热，这其实也不太好，所以其实多做一点冷菜，多做一点凉拌菜，然后在餐桌上多出现几次，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也不会浪费食材。好，对。我的话呢，因为我最近有在学做菜，然后我其实会做的东西蛮多的，然后也不会太差，其实也蛮好吃的。那所以呢，我回应，我觉得我现在做了很简单的一道料理，就是那个芥菜鸡。芥菜鸡，不是麻油鸡又换芥菜鸡？麻油鸡我也很厉害哦，因为我都有在秀在我的社群网站上面，所以静乔都有看到。但是呢，芥菜鸡我还没有 po 出来。但芥菜鸡就是把芥菜跟鸡放在一起煮一煮结束。我会先用那个姜炒一下姜，然后还有鸡炒一下，然后把它调味。这样有梅纳反应会比较香。对，真的。然后再鸡，然后再加入水，然后给它煨一下。